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建议大家订阅我的视频。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美国买房的流程和费用，一次讲清楚。最近有发现，这么久以来，其实一直没有系统的讲过美国买房的完整的整个流程，还有真实的成本。我会把整个流程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拆分来讲清楚。你就能知道买房到底要走哪个环节，每个阶段要准备什么材料，大概要花多少钱。第一步的话，就是首先要了解清楚买房这件事情，不用急着一上来就跑去看房子，而是应该把自己的需求先理清楚。尤其是如果你有家人的话，要和家人先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把彼此的想法对齐，不然后面容易发生分歧。你可以把需求分成两类，第一个是必须要有的，比如预算范围、房间的数量、学区的要求，这些是不能妥协的。第二的话就是最好是有的，比如带不带大院子，是不是新装修，社区的配套，这些能有的话当然是更好的，但是没有的话也不影响做决定。想清楚这些基本的需求之后，就可以找房子了。你可以把这些整理好的清单发给几位经纪人，然后和他们各约一次30分钟的沟通，听听他们根据你的需求给你推荐哪片区域，以及他们本人对这些区域的了解和经验。最后的话就是选一位既理解你的需求，又熟悉当地市场的经纪人合作就行了。选好经纪人之后，他们就会签署买家的服务合同。做好这一步，后面买房的其他步骤就会顺利很多。第二步的话，就是拿到贷款的预批准。如果你需要贷款的话，第二步就是先去拿个贷款的预批信，主要是确认你能不能贷款，以及大概能贷多少的额度。银行会评估你的财务的状况，确定你能借多少钱，利息是多少，以及每个月的还款额。在这个阶段，一般银行需要了解你的收入、借债，还有你的信用情况。当然，他们也会问你要放多少的首付，还有首付有没有准备好。审核通过之后，你会收到贷款的预批信，上面会注明你的贷款额度、类型，还有有效期，一般是60到90天。如果你在美国没有收入的话，也是可以申请贷款的，但是首付的比例和流动资金的要求会更高一些。首付的话，一般是在35%到40%。拿到预批信后，你的购房出价对卖家来说会更有说服力。第三步就是开始去看房子。然后就到了看房这一步，第一件事，先是让你的经纪人根据你的需求做一份候选的清单，在你限定的价格和片区里面筛选出几套具有可能适合你的房源，帮你预约好时间，然后带你去看房子。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买家会看15到30套房子，才能找到最合适的一套。根据我们的经验，一般大家看房子顺利的话，大概是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不过也有人会看很久的时间，可能是1年的时间，甚至是2年的时间。我们的建议是每周安排1到2次的看房，每次看3到5套房子。这样不会因为太密集的看房，容易导致房子的疲劳、记忆的混淆。第四步就是出价格，
当你看到喜欢的房子之后，你的经纪人会帮你收集房子的信息，分析市场的数据，并给出合理的出价的建议。出价的时候，你需要签署购买协议和相关的附录，这些文件会明确的价格、时间、节点和各种保护的条款。常见的保护条款包括验房子的条款，还有贷款的条款，还有估价格的条款，还有产权审核的条款。这些条款的话，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保护你的权益。提交的时候，你还需要附上贷款的预批信和首付资金的证明。如果卖家不满意你的出价和条款，他们也会提出新的出价和条款。你可以选择接受、拒绝，或者再次提出新的条件。第五步就是进入了合同。一旦双方把价格和条款都谈妥并签署确认，这个时间点，签约的日子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合同里的所有时钟都开始计时，包括验房、贷款、估价等关键的期限。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合同约定在1到3个工作日内，把诚意金，通常是为房价的3%到5%，打入第三方托管账户。诚意金最后会变成首付的一部分。如果你在合同允许的条件内退出，通常可以全部退回。如果逾期就无条件的违约，诚意金可能会被没收。完成这些步骤之后，你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第六步验房子。如果你的合同里面有验房的条款，预约专业的验房师，你可以让你的经纪人推荐验房师，然后再自己进行筛选。验房前要确认好验房师的资质、检查的范围，还有要不要做专项的检查，比如下水道的内窥、霉菌检测等等。验房当天最好要亲自到场，这样可以和验房师讨论检查的结果，包括房屋的结构、系统和维护的情况，以及地基、屋顶、电路、管道、冷暖等系统。验房师一般会在验房之后的第二天，把详细的报告和照片记录发邮件给你。拿到验房的报告后，你的经纪人会帮助你把这里面比较大的问题找出来。我们可以要求卖家维修这些问题，或者要求卖家直接在价格上做出让步。因为在验房的期间，你作为买家是随时可以退出的，所以验房的每一个时间点一定要让你的经纪人随时的提醒你，不要错过了。毕竟免死金牌是有时限的。第七步就是贷款的审批。在验房的同时，你需要确定一家想要合作的贷款银行或者机构，要求合同在5天之内必须确认并提交这个贷款的申请，所以一般建议在3到5天内，就是比较各个银行或者贷款机构的利率和交易的费用。选好银行之后，贷款会进入审批的阶段。这个过程当中，银行的承保人会审核这些方面的内容，包括收入、借债、资产信用，以及对您要购买的这套房产进行评估。是会有第三方的机构来对房子进行价值的评估。作为买家，你需要支付评估的费用，但是不能自己选择评估师，这样可以确保评估的独立性。与验房子不同，估价主要是关注房子的市场价值，评估师会收集
这个房子边上近期成交的类似房源的信息，再和这间房子的各种硬件和软装条件进行对比。如果评估价等于或者是高于成交价，说明你买的划算。如果是评估价低于成交价的话，那银行只能按照低的数字进行贷款。你作为买家可以选择提高首付，或者是再让你的经纪人或者是卖家讨价还价。评估师也是人，所以的话，评估结果和你的经纪人给你做的市场调研一样，都是有很多的主观因素和判断。评估价也只是对市场价的一个参考，毕竟银行必须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数字来评估他们的风险。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一个银行会先给出一个有条件批准的结果，然后列一个要你补交文件的清单。当你提交所有的必要文件之后，以及房屋保险证明，并且通过审核之后，银行会发出通知，表示可以准备过户了。第八步的话就是过户前的准备。过户准备的阶段会为你准备所有必要的文件并核对账目，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首先，先准备结算清单，列出所有费用的明细。你需要将这份结算的清单与贷款方进行核对，确保所有的数字是一致的。其次，你需要准备好资金的转账，确认电汇限额和截止的时间，并预留一些缓冲的资金，对应可能的小额调整。第三，你需要安排时间去签字。通常在过户前的1到2天，记得带上你的有效身份证件。第四，在过户前24到48个小时进行最终的检查。你跟你的经纪人确认房屋状况和之前约定的维修是不是完成了，还有清理是不是到位。最后，记得安排生活的交接事宜，比如水电气、网络的过户或者是开户、邮件的转寄等等。完成这些准备之后，就可以进入正式过户环节了。第九步，过户拿钥匙。过户的当天会发生这几件事情。首先，产权公司会确认他们是否收到了买家签署的文件以及电汇过来的应付款项。其次，他们会确认银行是否成功的放款。如果文件齐全，钱也收到，产权公司就会把这些交易提交到县政府过户手续。一旦拿到了过户确认号码，就标志着这个交易正式的结束了，你就正式的成为了新的房主。有很多客户会问我们说，哎，这里买房子没有仪式感，好像过户就是一封邮件的确认。确实是这样的，美国的房契全部是存放在电子的系统里面，有产权公司。美国的房契全部是存放在电子的系统里，过户几个月内会寄给你一份产权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方便你使用。正式过户之后，你的经纪人会和你预约时间，在房子那里做钥匙和其他物品的交接。记得一定要拿好所有的钥匙、车库门的遥控器、信箱的钥匙和密码。在这里买房的流程就算圆满的结束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超100年，是典型的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周期变化规律。长期受人口的规模、人口年龄结构等影响，短期则受流动性、利率等影响较大。财税制度对美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影响相对有限。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和挑战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焦点。在全球房地产的宏大叙事中，纽约从来都是最耀眼的标本。
全球最吸金的金融市场在纽约，最完善的法律、会计、监管系统都在纽约。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把握下一波机遇。欢迎订阅。